随着乌军大反攻的胜利，乌军士气暴涨，在占据优势的同时，也在寻求一切反俄力量的帮助，争取早日解放乌克兰全境。因此，乌克兰多名官员向格鲁吉亚喊话，希望格鲁吉亚能够出兵，从背后夹击俄军，共同加入到对抗俄罗斯的战斗中。而乌克兰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呼吁，是因为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有过深仇大恨。2008年的时候，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发生过一场俄格战争，堪称乌克兰的前辈。只不过格鲁吉亚一度被俄军打到投降停战，并失去了该国北部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之后，俄格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格鲁吉亚心里一直希望能找到机会收复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而现在，乌克兰认为俄军在哈尔科夫大败后，正是天赐良机。如果格鲁吉亚这个时候加入，就是摘果子的时候，不但能和乌军一起夺取战争的胜利，把当年的仇给报了，而且还能收复失地，一举两得。那事情真的按照乌克兰的设想发展了吗？俄格战争与俄乌战争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本期视频我们就深度分析一下。果然，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乌克兰设想的那般顺利。根据报道，格鲁吉亚执政联盟主席科巴西泽在收到乌克兰呼吁的信息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响应，而是准备以全民公投的方法，在了解国民对开辟针对俄罗斯第二战场的意愿后再做决定。对此，外界普遍认为，格鲁吉亚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化解乌克兰带来的压力。准确的讲，大概是格鲁吉亚既不想得罪北约，又不想与俄罗斯开战，所以才选择进行全民公投，给双方一个面子，自己一个台阶下。即便是要与俄开战，也不会是现在。现在普京又是动员令，又是搞公投弄核武的，现在出击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万一惹毛了俄军，先灭格鲁吉亚，那就得不偿失了。但要说格鲁吉亚不想收复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块失地，那一定是假的。只不过在经历了多年前的一顿暴锤之后，格鲁吉亚人安分了许多。现在俄军即将和乌军大概率会有一场冬季决战，局势尚不明朗。此时若是应了乌克兰的呼吁，开辟出第二战场，俄军估计会第一时间再次闪击格鲁吉亚，先扫清与乌决战前的障碍。而且当年俄军在打格鲁吉亚时，西方国家也只是口头声援，并没有如乌克兰这般进行了军援。何况如今的格鲁吉亚在西方国家眼中的重要性并没有提升多少，想要获得如乌克兰那般的军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在让格鲁吉亚开辟第二战场，大概率是不现实的。而且格鲁吉亚领导人也非常清楚，现在开辟第二战场代价太大了。即使美国、欧洲把格鲁吉亚从头武装到脚，恐怕对俄也掀不起什么浪花，并且还很容易惹怒俄罗斯。乌克兰我打不过你，一个领土只有69700平方千米，人口数量仅4352224人，飞机坦克个位数的格鲁吉亚我还打不过吗？正好拿你撒气。因此现在招惹俄军并不明智，到时候可不是丢一个南奥塞梯那么简单了。所以为了自保，格鲁吉亚只能选择推围。当然，如果俄军今后在战场上表现特别糟糕，一溃千里，国内出现剧烈动荡，也不排除格鲁吉亚成为压垮俄军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此次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和在格鲁吉亚战争的差别为什么会这么大？俄格战争期间，俄军上演了精彩的信息化闪击战，10天不到，俄军第58集团军便歼灭格军2000多人，牢牢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此次俄乌战争，俄军居然能打半年之久，是俄军战斗力真的不行了吗？首先，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军力不同，乌克兰军力是远远超过格鲁吉亚的。俄军此次面对的是一个比格鲁吉亚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对手。格鲁吉亚在战前虽然有美国训练的一个美式部队旅，但其规模实在过于弱小，在战场上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当时，格鲁吉亚军队在战前现役部队只有21000多人，后备力量才17000多人，武器装备更是少得可怜，其空军也只有个位数的苏25充当门面。
反观乌克兰，虽然战前乌克兰没有美式部队，其装备也都为苏制武器，但乌军的体量要比格鲁吉亚大得多。在战前，根据世界军力排名网全球火力公布的2022年数据显示，乌克兰现役20万人，预备役25万人，民兵5万人。也有媒体估算，除正规军外，目前乌克兰已经动员了90万人，以备有需要时投入战斗。在空军装备上，乌克兰的军机总数318架，全球排名第31位，其中战斗机、截击机69架，专用攻击机29架，运输机32架，训练机71架，直升机112架，攻击直升机34架，特种任务机5架。在陆军装备上，坦克数量，乌克兰全球排名第13位，共2596辆；装甲车数量，乌克兰12303辆，全球排名第6；自行火炮数量，乌克兰全球排名第6，共1067台。除此之外，乌克兰还有2400台牵引火炮和490个火箭发射器，其战争潜力和持久力要远强于格鲁吉亚。更何况背后还有北约源源不断的军援，这都是格鲁吉亚无法相比的。另外，在战前，乌军还曾邀请美军来训练乌军士兵操作反坦克导弹，这才有了之后乌军士兵使用西方反坦克导弹击毁俄军坦克的英勇行为，给俄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现在，乌军凭借西方军援的先进武器，不仅哈尔科夫反攻大捷，而且现在剑指顿巴斯，之后或许会带来更多的胜利。其次，俄军在战场上没有充分利用空军，这也是俄军此次作战问题之一。在2008年的俄格战争中，俄军全面利用了空军航空兵配合地面部队进攻的优势。根据当时的资料，俄军北高加索军区空军第4集团军投入112架苏24、98架苏25和105架米格29、50多架苏27战斗机，以及俄空军图22M 轰炸机。战斗打响后，俄空军对格鲁吉亚境内的机场、空军和防空军军事基地，包括第比利斯的飞机维修厂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其他军事目标也造成不同程度的打击。在俄军飞机的高强度轰炸下，俄军迅速夺取了制空权，给俄军有生力量造成毁灭性打击。而在2022年的俄乌战争中，俄军贪了，认为能够迅速拿下乌克兰，觉得乌克兰领土已经是俄罗斯地盘了，不能过度轰炸。因此，俄空军的空袭力度没有2008年俄格战争时期的大，导致在今后的作战中，俄军越打越艰难。等到自家机场被炸后，在双方都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乌军吹起了反攻的号角，拿下来哈尔科夫之战的大捷，成功将俄军驱赶到了边境线，这才有了如今再次反攻的局面。最后，如今俄军的信息化作战能力明显不如2008年的俄格战争。在俄格战争爆发期间，俄军国内的黑客部队对格鲁吉亚境内的电脑和指挥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进攻，格鲁吉亚当局的电脑系统彻底瘫痪，不仅总统照片也被直接换成了小胡子，而且直接影响了格军高层对一线作战部队的指挥，格军被迫各自作战，最终被俄军逐个击破。反观在俄乌战争中，乌军并没有出动黑客部队攻击乌克兰的军方指挥系统。在战争爆发后，泽连斯基在北约的支持下，凭借对胜利的渴望，在国内身穿迷彩服指挥乌军战斗，有了战果也及时宣传鼓舞士气。最终，乌军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才有了如今俄军节节败退的战果。所以，经过俄乌战争和俄格战争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信息化战争中，夺取制信息权是非常重要的，而摧毁敌人的指挥系统是夺取制信息权的重要步骤。一旦开战，己方部队要采取物理摧毁和电脑信息软摧毁两种方式，将敌方的官方和军方指挥系统彻底摧毁而无法复活，切断敌军指挥部和敌军一线作战部队的联系，并在敌国境内散布各类信息，鼓励敌军官兵放下武器，临阵起义。而俄军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摧毁乌军指挥系统，也给北约支援带来方便。比如这次哈尔科夫大捷，便是北约向乌军传达了俄军兵力难调、东部空虚的情报，而乌军指挥部也第一时间将俄军情报传到一线部队。
指挥一线部队准确打击了留守的俄军，致使他们伤亡惨重。信息化战争是空军高强度空袭加导弹饱和攻击加制信息权夺取并摧毁敌军指挥系统这三板斧缺一不可。各国军事强国都在结合自身情况，提升空军导弹部队的作战水平和信息作战能力。而俄军在信息战方面显然已经落后于其他军事强国了。而联合打击作战方面，在当今美国要是称第二，估计没人敢称第一。目前美军已经初步形成了全域联合作战的能力，能够凭借 Link-16 战术链在空海一天战、网络中心战等战法上，能对敌人进行降维式的打击。2020年9月份，五角大楼在亚利桑那州尤马训练场举行了融合项目的展示性演习，全面展示了美军实施全域联合作战的最新能力，顺便揭开了美军2023年至2027年对抗无人化战略的面纱。美军的全域作战主要执行3项基本任务：一是抵消敌人的远程武器系统，打击其处于战略战役纵深的机动兵力；二是消灭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中的兵力和远程作战系统；三是为己方兵力消灭敌人军事目标力量的任何机动创造良好条件。这一点俄军就不行。虽然在俄乌战争第二阶段运用大炮加步兵战术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是落后的通信系统和武器装备根本不足以对乌军造成致命的威胁，还被乌军利用情报差抓住时机一波反杀，丧失了大量掠夺的领土。美国国防部这2年正在将所有隶属于国防部的勤务部门融合在一个统一的全球联合高防护性网络内，即全域联合指挥控制体系。这套系统有多强？按照美军的设想，即使是前线的一名士兵都能将所看到的情况通过网络上传到系统，让所有人同时看到。而且听说美国的这套系统还能够通过强大的 AI 和信息传输能力，融合了包括地面、海上、空中，甚至是太空的所有传感器、情报信息、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使作战可以在完全没有人员的参与下更高效快速的处理，不会有如诚心一样的情况发生。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具备大规模发展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所有条件，且不会受人为因素影响。只不过这涉及到人工智能，而在尤马演习中便出现了城市背景下实施作战的战斗机器人。战斗机器人借助人工智能和视频系统独立识别目标并自主采取行动，操作员在战斗机器人绝大部分行动过程中只是一名观众，而当机器人有开火需求时，他会把信息发送给操作员，也就是说，生杀大权还是掌握在操作员的手上，而这也正是人工智能如今最大的正义部分。总的来说，格鲁吉亚大概率不会参战，至少目前不会。俄格战争和俄乌战争向我们说明了在现代信息化作战中联合作战的重要性，以及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联合作战能力能超越美国。接下来俄乌战争会迎来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即30万动员令、4地公投、战术核武。格鲁吉亚是否会趁机出兵，就在此时，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关于格鲁吉亚的问题和俄乌双方下一步的走向，你还有什么想法？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